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讲讲求解析式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类项题。那么有关求解析式一共有5大方法，都有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好，第一种呢就是配凑法。大家先看一道题。若函数 f(x) 满足 f2x 等于1加根号 2x 乘以1减根号 2x， 求 f(x)。f(x) 它是一个原函数，是根儿，是标准的函数。那么由它得来的函数的解析式，我们知道了，要把它求出来，还像原来一样。f(x) 等于 2x 加1，举个例子 ，x 取1呢，它得到一个值 ；x 取 a 呢，它也得到的是值。x 取 a 加1，它得到的是2倍的 a 加1再加1等于2a 加3，这些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。那么 f(x 减1) 就等于2倍的 x 减1再加1等于 2x 减1。现在呢，我又把这个代值的过程演示了一遍。现在呢，一滴墨水洒在这儿了，也就是 x 取什么它就带到这个式子当中。那么一滴墨水洒在这儿了，这些都不见了，这些也不见了，只留下f(x 减1) 等于 2x 减1。这个时候我想把原来的解析式求出来，这个也不见了。我想把原来的解析式求出来，怎么办呢？通过刚才代值的过程，我们就知道 x 取什么，就把它取的那个实数，那个代数式带到式子当中。它取1就占了 x 的地方；它取 a， 式子当中 a 就占了 x 的地方。那么它取 x 减1，说明 x 减1就占了它的解析式当中 x 的位置。所以当我知道 f(x 减1) 等于 2x 减1的时候，我就要把这个式子照着括号里的样子出现 x 减1这个代数式，因为它占了我原函数 x 的位置啊。怎么才能做到呢？这是 2x，x 减1，所以我就 2x 先减2，原来是减1嘛，那你再加上一个1，就和原来一样了。然后把2提出来，你看是不是出现括号里的 x 减1这个代数式了？谁占了我原函数 x 的位置啊？原函数是 f(x)，x 减1占了我的位置。x 减1占了我 x 的位置，现在你们都出去吧，我 x 又回来了。根据代值的过程，它取这个代数式，这个 x 就取这个代数式。所以呢，反过来，你们占了我 x 的地方，你们出去吧，我 x 就回来了。这就是配凑法，由代值过程的逆运算得到原来的式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那个函数 f(x) 你一定是有解析式的， x 取什么，你的式子里的 x 就带什么。所以呢 x 取 2x 了，说明 2x 占了原来 x 的位置。那么我就把它整理一下，它像不像 a 加 b 乘以 a 减 b 呀？等于 a 方减 b 方1的平方减去根号 2x 括号的平方，它就等于1减 2x 的平方。谁占了我的位置啊？ 2x 占了我的位置啊。那么它可不是 2x， 它是 2x 的平方。它怎么才能变成 2x 的样子呢？它有平方，我也要有平方。那我变成2的平方乘以 x 的平方，变成括号 y 的平方。可是原来它是没有平方的，变成2的平方以后，多乘了一个2，那我就要除以一个2。同学们可以验算一下，
10x 的平方再乘1/2，恰好就是 2x 的平方。所以我就发现，谁占我原函数那个 x 的位置了呢？是 2x。于是我的 f(x)2x 你们出去吧，我的 x 又回来了。因此我就得到原函数的间隙式。好，我们再看一道题。我们看下边的这道题。现在大家就知道了，谁占了我 x 的地方啊？根号 x 加1呀。那我是不是需要动一动这个式子？凡是出现 x 的项，都照着括号里的样子，都出现根号 x 加1这个代数式，然后把它剔出去，我的 x 就回来了。所以呢，我就照着括号里的样子，人家出现 x 必须得是根号的形式，那我就放在根号里边来个平方，加上2倍的根号 x。我一观察，平方项有了，中间项有了，我再加个1，然后再减个1，和以前保持相等。它们3个一结合，就变成了根号 x 加1的平方，然后再减1。我这么变化完以后，大家找找感觉，是不是它占了我那个原函数 x 的位置了？于是 f(x) 代数式我们就不要了，把 x 就换进来了。好，这种由代值过程的逆运算求出原函数的间隙式，就叫做配凑法。